朋友们，美国对中国打科技战、贸易战等遏制中国的把戏已经搞了7、8年了，对华为、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一直没有解除。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，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为了把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死死掐住，禁止英伟达对华提供一定性能的芯片。所以英伟达专门开发了阉割版的 H20 芯片，其算力和性能大概只有 H100 芯片的1/5左右。即使这样，今年4月，这款阉割版的芯片也被特朗普禁了。有消息称，性价比超出 H20一大截的华为升腾芯片量产在即。近日，美国突然宣布 H20芯片对华解禁。美国财长贝森特承认，之所以又解除 H20对华销售，是因为华为已经有了和 H20芯片等质等效的芯片，继续对中国封锁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你们看，这就是美国的嘴脸。对美国和英伟达来说，坏消息不只是这个，对标英伟达 H20的华为升腾芯片即将量产，而华为已经宣布研发成功可以对标英伟达 H100的升腾芯片。另外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华为正在研制的光子芯片，这是完全不同赛道上的高性能芯片。或许不久的将来，阿斯麦真的会成为积累。与此同时，美国政府的禁令导致英伟达的 H20芯片库存堆积。5月底，英伟达发布的财报中，计提了因禁止向中国出售 H20的存货减值，总额为55亿美元。如果美国政府再不解禁，这些价值55亿美元的 H20芯片就真的要全烂在英伟达手里，卖不出去了。美国这么突然解禁，不是美国人良心发现、突发善心，而是看到中国芯片快速崛起，再禁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它解禁的只是阉割版的 H20芯片啊，大家别忘了，美国对华的禁运和制裁依然存在，只不过美国既要又要再次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它解禁是妄想通过芯片倾销来打败中国厂商，让中国芯片发展止步于此。所以啊，中国人不能就此洋洋得意，以为美国人屈服了。中国客户也不能为了短期利益，现在就买美国 H20芯片。我觉得啊，中国政府应该基于中国国家利益制定法律，比如说于某年某月某日起禁止购买美国这种阉割版的芯片，从而间接支持国产芯片，就是要让美国人为他们的傲慢与无理付出应有代价。不管那个皮一黄怎么来大陆游说，也不能听他的什么甜言蜜语。虽然他有一张华人的脸，但最终他是美国人，而且他必须服从美国政府的意志。同时，也从关税战我们可以看到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只有自己强大了，敌人才会软下来。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白拳来，真的没错。如果哪天美国突然全面解除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制裁与禁运，那才是中国大捷的时刻。一日不解除，说明美国还是有超过中国的地方，至少美国是这么认为的。而且美国的政策一日三变，根本不可预测。把芯片当遏制中国的武器，今后谁还敢买？谁还敢相信信用完全破产的美国政府？对于美国与中国打科技战、制裁及禁运，德国媒体一直有报道。今天咱们来看看德国《时代报》对美国突然对华解禁英伟达 H20人工智能芯片的报道。对华芯片解禁，英伟达获准向中国出售性能降级的 AI 芯片，借此将赚取数十亿美元。批评者称，这是本可以避免的国家安全风险。过去几个月，黄仁勋想必感觉自己更像政客而非 CEO。这位全球市值最高企业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的掌舵人，自年初起已多次会晤中国政府代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，其斡旋核心始终围绕公司的人工智能芯片，更准确地说，这些芯片能否继续向中国出口。游说努力显然已见成效。据美国媒体报道，英伟达本周一已获美国政府许可，将恢复向中国出售用于人工智能训练与运行的先进芯片及 AI 加速器。上周四，黄仁勋据称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。英伟达在官方博客中表示，期待能尽快启动交付。
这一决定标志着全球芯片战争的最新转折。这场战争的核心争议在于，究竟是彻底禁止竞争对手获取尖端技术，还是维持相互依存关系？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，对于中国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立场似乎也有分歧。160亿美元订单悬而未决。2018年，特朗普政府率先实施芯片出口管制，禁止向基于美国技术制造的微芯片出售给中兴、华为等中国企业。2022年，拜登政府进一步将管制范围扩大至整个中国科技行业，英伟达等企业自此被禁止向中国出售最高性能芯片。对此，英伟达迅速开发了阉割版的芯片版本，包括面向服务器市场的 H20 款。这款 AI 加速芯片主要优化日常 AI 模型应用及推理环节，而非训练与开发环节。尽管如此，中国市场对 H20 芯片的需求仍然旺盛。据路透社报道，英伟达2024年向中国交付了约100万颗 H20 芯片，而2025年已截获价值160亿美元的订单。因此，当特朗普政府于4月突然宣布 H20 型号也需申请出口许可证，不再能自由销往中企时，对英伟达造成沉重打击。公司高层公开批评该决定，指出这不仅使美企损失数十亿美元的收入，更意味着放弃中国关键市场，将其拱手让给华为等本土芯片制造商。黄仁勋强调，美国企业必须在中国市场立足，方能使美国技术成为全球标准。中国正加速摆脱对美国芯片的依赖。对英伟达而言，这固然是商业问题，但地缘政治影响同样不容忽视。行业观察家 Ray Wang 在《外交政策》杂志宣文警告，美国过于严格的出口管制可能彻底改变中国 AI 芯片市场格局。王先生指出，华为等中企近年来研发的 AI 加速器部分性能已接近 H20 的水平。尽管中国芯片制造商受出口管制限制，无法采用极紫外光刻等尖端制造工艺，年初深度求索 DeepSeek 等语言模型的意外成功同样表明，中国已在全球竞争中迎头赶上。北京政府正通过巨额投资和补贴，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本土半导体产业发展。中国 AI 雄心能否被遏制？像王先生等出口管制批评者担忧，美国对华技术封锁越严厉，中国投入自主生产的力度就越大。随着外国处理器库存逐渐贬值淘汰，预计中国企业将更多采用国产 AI 芯片来满足算力需求。王先生在文中写道，从西方视角看，可行策略或许是维持技术依赖，通过向中企供应虽非最先进但堪用的 AI 加速器，同时依托全球供应链控制权，保持至少一代技术优势。其逻辑正如，若无法阻止中国 AI 发展，至少应当延缓其进程。另一派则主张更强硬路线。美国商务部长兼对华鹰派人士 Howard Lutnick 曾公开呼吁，美国必须停止助长中国 AI 产业建设。路透社6月底报道称，深度求索疑似与中国军方存在合作。拜登政府此前升级 AI 加速器出口管制时，正是以中国可能将其用于现代武器研发为由，对此担忧。英伟达 CEO 黄仁勋本周一刻意淡化了风险。德国之士点评：试问哪个美国 IT 企业不与美国政府或美国军方合作？你看，这就是典型的双标。西方很坏啊，总是想遏制别人来保持优势，而不是设法提高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好，从而远远领先别人。继续往下，训练短板与应用优势。美国智库进步研究所 IFP 学者将英伟达向中国出售 H20 以及 H800 芯片称为可避免的国家安全风险。他们分析，若今年订单全部交付，中国高性能芯片库存将翻倍以上，显著提升本土企业开发大语言模型或建造超级计算机的能力。彭博社上周刚披露，中国义乌正在新建数据中心，计划部署约11.5万颗英伟达芯片。关键争议：推理性能优势。进步研究所学者与业界观察者均指出，H20 芯片在推理环节
即将学习模式应用于新数据的表现尤为突出。这一能力对思考型推理模型和 AI 智能体至关重要，而阉割版的性能降级的 H20 芯片在此领域依然表现优异。当前隐患在于，现在出口限制虽能有效阻碍他国开展 AI 模型训练与开发，却未针对推理环节这个短期内更可能实现技术飞跃的领域，恰恰是中期通过 H20 芯片获益最大的突破口。美国政府目前似乎对此视而不见，黄仁勋的斡旋或许功不可没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出口管制先收紧后松动的戏剧性转变，很可能是一盘大棋的组成部分。就在近期，中美双方已共同宣布放宽部分贸易限制。好，各位，接下来咱们看网民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：最终，所有这些保护美国经济、限制亚洲发展的干预措施，连同制裁逻辑本身，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。这套把戏不可能永远凑效。咱们看跟贴。历史已反复证明，制裁从未实现其宣称的政治目标，既未能迫使对方妥协，最终制裁本身也往往失效，因为被制裁方总能找到规避或应对之策。再往下，报道中有这句话：王先生和其他出口管理批评者的担忧在于，美国对华技术封锁越严厉，中国对自主生产的投入就越大。于是这位网民说，中国人反正都会这么干，他们可不像欧洲人那么蠢。下一则，涉及金钱利益时，多数人根本不在乎他人安全。中国只需再过几年就可能超越美国，并将德国选择党统治下的德国远远甩在身后，因为选择党支持者们只会沉睡打鼾，妄图通过咒骂移民来弥补思想贫乏、创新缺失和视野狭隘。当然，这批评不针对那些拒绝参与选择党闹剧、真正为德国和欧洲繁荣奋斗的德国公民。继续往下，这场中国恐慌症的逐步发酵，着实耐人寻味。敌意建构正层层加码，令人想起20年前对待俄罗斯的手法，滴水穿石啊！今日之中国与20年、15年、10年前究竟有何本质不同？究竟还要经历多少届小布什、奥巴马、拜登和特朗普政府，我们才能从美国例外论的迷梦中彻底清醒？再往下，这是一把双刃剑。开发新的 GPU 架构需要高昂的固定成本和较低的边际成本。美国既不愿向中国提供最新硬件，又无法阻止华为等竞争对手通过大量销售实现盈亏平衡，这反而可能助长竞争对手的发展。下一则，为何英伟达等美国企业能在公开表达安全顾虑的同时，仍向中国客户提供 AI 芯片，而阿斯麦、蔡司或通快等欧洲企业却被禁止出口光刻与精密技术？这显然是迫于美国压力。这种政策无异于让欧洲工业陷入战略劣势，最终也将损害德国经济竞争力。我们所追随的不过是一条单边地缘政治路线，甚至未能妥善维护本土产业利益。美国立场很明确，美国优先，而欧洲却日益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。实质上制裁自己的顶尖企业如阿斯麦和蔡司，同时坐视美企巩固在华市场份额。我不禁要问，欧盟鼓吹的战略自主何在？为何德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接受这种经济政策上的差别对待，而非力争公平平衡的贸易关系？欧洲应当平等行事，而非充当美国产业的附庸。下一则，出口限制永远只会短期凑效，最终只会导致国际交往减少，自给自足抬头。咱们看跟贴。说得对，毕竟每个国家都能搞定所有事，而且不管什么技术复杂度。抱歉，这太荒谬了。他回复上面这位网民，确实不会立竿见影，但当供应链出现风险时，自主建设自然就提上日程。中国就是个典型案例，将技术自主确立为习近平的国家战略目标。再往下，出口限制松动的真正动因，恐怕更多源于中美最新谈判成果，
而非英伟达的游说。中国对稀土实施的制裁确实戳中了美国的痛处。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，试图切断中国与全球技术交流的这场闹剧，正在演变成一出自导自演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戏码，结果恰恰适得其反。这里有个链接，它是中国自主化进程纪录片。伊朗、古巴、叙利亚、利比亚等国就是前车之鉴，制裁非但巩固了这些国家政权，谁不会扮演受害者呢？最终反而削弱了施压方的影响力。过去几十年放任中国模仿技术，如今他们已在多领域具备自主创新能力，现在该轮到我们去取经了。历史上我们可没少借鉴中国技术啊。在我看来，对高端芯片的制裁重要性被夸大了。从经济角度，这并非决定性因素。中国现已具备10纳米以上量产芯片的能力，而民用领域需求大多止步于此。更关键的是，技术本身并非决胜因素。中国每年数百万高校毕业生中不乏顶尖人才。反观美国教育被资本裹挟，阶层固化导致大量聪明人沦为月光族，不得不打多份工维持生计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就到这里。看来最后这位网民对此还算清醒。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所谓西方过去几十年放任中国模仿技术这一说法，但他对西方的阶层固化导致大量聪明人沦为月光族，而每天起早贪黑打几份工，没时间搞科研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，请在下面留言啊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